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在职场中，情商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和工作进展。高情商不仅让你更受欢迎，还能帮助你解决棘手问题，而那些职场老油条们则早已掌握了其中的诀窍。他们擅长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，并用一些简单却高效的沟通技巧，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。以下4个情商提升的技巧，能帮你快速改善人际关系，在职场中如鱼得水。1. 避免使用反问句，减少对话中的对抗性。我们在日常交流中，经常会在不经意间使用反问句，殊不知这种语气容易让人感到被质疑，甚至带有一定的攻击性。举个例子，当你完成了一项工作，却被领导质问怎么只打印了一份，这样的反问不仅让你感到压力山大，还会引起内心的不安。相比之下，如果领导换成能再多打印一份备用吗？你是不是会觉得轻松很多？反问句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一种隐含攻击性的表达方式，它让对话变得紧张，给对方一种被否定的感觉。因此，在沟通中，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反问句，特别是在和上司或同事讨论问题时，语气和态度显得尤为重要。如果你能把反问句换成温和的请求或建议，对方会更加愿意接受，也会觉得你更有合作精神。2. 如何让自己显得幽默且受人喜欢？在职场中，幽默往往是一种缓解紧张气氛的有效工具，但如何幽默的表达却是一门艺术。如果你能掌握1+1法则，不仅能够轻松化解尴尬，还能给人留下好印象。这一法则的核心在于，先对别人表示赞美，再加上一句调侃，让对方在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你的善意。比如，当别人帮你完成了一项任务时，你可以这样说：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就已经很让人羡慕了，没想到做事还这么靠谱，难怪大家都喜欢和你合作。这不仅是一种礼貌的夸赞，还带有一点轻松的幽默感，会让对方感到愉快。同样的方式也适用于你想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，先肯定对方，再轻轻提出建议。比如刚刚某某讲的前3点，我太赞同了，思路特别清晰。第4点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当然啦，也就是你这么大度，我才敢提意见，要是别人我都不敢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，也让对方感受到尊重，自然也更愿意接受你的观点。幽默的力量不仅能增进你与同事的关系，还能为你的沟通增色不少。适当的使用1+1法则，你会发现自己在职场中更容易与人打成一片，获得同事和领导的好感。3. 针对不同性格，给对方他真正想要的。每个人的需求不同，而高情商的人往往能准确把握对方的心理需求，从而提供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对于那些喜欢炫耀的人，他们需要的是认同和赞美；对于优柔寡断的人，他们渴望鼓励和信心；而逻辑不清的人，他们往往需要的是条理和指导。举个例子，面对一个喜欢炫耀的同事，你可以多夸他几句，你真的做得很好，真不愧是咱们团队的骨干。这样不仅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也增进了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而如果你的同事性格比较优柔寡断，常常拿不定主意，这时你需要给予更多的肯定和鼓励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，没必要担心，尽管去做就行。面对那些逻辑不清的人，你可以帮助他们理清思路。这件事我觉得可以分为几个步骤，先做 A， 然后再做 B， 这样会更容易理清思路。这种针对性的沟通方式，不仅能让对方感到你的理解与支持，还能让整个交流过程变得更加顺畅。情商高的人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他们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，来更好地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。这种精准的情感应对能力，正是他们在职场中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。4. 面对亲朋好友托办事，如何不伤感情又巧妙拒绝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遇到亲戚朋友托办事的情况，为了不伤感情，很多人选择硬着头皮答应，但心里却充满了无奈和压力。其实有一种巧妙的方法，可以在不拒绝对方的情况下，巧妙地化解困境，那就是表态加共谋加制约3步法。
第一步，表态。当对方提出请求时，你可以先明确表态，表示你会尽力而为。你放心，咱们这么铁的关系，这事儿我一定尽全力去办。这样的表态能够先稳住对方，也让对方感觉你很重视他。第二步，共谋。接着，你可以把责任稍微分散出去，提议多找几个人一起帮忙。这事儿确实非常重要，我觉得咱们可以找几个人分头行动，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更大。这样既表现了你的诚意，也避免了自己独自承担责任的压力。第三步，制约。最后一步，你可以适当的为自己设定一个免责条款，避免最终没有完成任务时的尴尬。咱们这么好的关系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，帮忙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但万一没办成，你也得理解。这种说法既表达了你的善意，又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，避免了日后因事情没办好而影响感情。通过这三步，你不仅可以让对方感到被重视，还能巧妙地减少自己的负担，维护好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，沟通的关键在于顺应人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和情感，当你学会抓住这些需求，适当的回应对方，沟通就会变得更加顺畅。高情商的人懂得如何通过语言和行为让对方感到舒适，并在不知不觉中赢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。